来，今天开始之前啊，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念过大学吗？你希望你的小孩念大学吗？这个我相信大马人的回答肯定是很简单、很直接的，中国人的回答也是很简单、很直接的啊。那么大马人由你们来补充，是不是没有念大学就不是人生赢家呢？就会用王太的话说，不，人生就毁了，毁了是吧？废了是吧？即使我们原先在中国有一点就是这样思考的。我们来不要讲，今天我们先讲一讲过去我们在中国以及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怎样思考的。最近来了大马2年多了，第3年思想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又是怎样想，怎样认识小孩读大学这一个事情它的背后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大马社会的理解。好，开始之前如果你是新朋友，我叫威廉，他是王太，我们生活在大马2年多了，我们的使命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好，讲回来，王太本来在中国的时候，你对大学这个观念是怎么样的？就大学必须是要上的吧，不然出来怎么找工作呢？你说对小孩来讲是吧？对每个人来说，我也不是说对小孩，只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从小到大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于我爸我妈在我小时候吵架的时候，那经常两人互怼嘛，说你家里面有什么厉害？你看你们家的小孩没有一个是上大学的，然后另外一边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很争气，全部都是上大学的，就是你们俩，就是类似这种你感觉这种事情，把念了大学当成是一种荣耀。我觉得应该说我爸妈这一代人自己很少有人是能够读得上大学。我看一下我们家就我爸妈这个70岁左右年龄的长辈，只有一个人是正儿八经的7、8年高考恢复之后考上大学的，其他人都是后面再直读的。那当时念大学也是相对不太容易的一个事情。那么之后呢，很多人就去把读大学当成是一个好像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人生遗憾就是在我们这一代要实现嘛，所以你看到像我们爸妈这一代的长辈对着孩子都是学习抓得非常的紧。这难怪，因为我们之前分享过很多在中国教育很卷，就是因为很多家长最终的目标要让孩子读大学，而且要读好大学，名牌大学。上回我和牛妈妈聊才知道，原来他们当老师身边很多人都说是要至少上一个什么叫世界排名前30，还有这种说法，我第一次听说。但是可见大家对读大学这个焦虑要求之高。我以前身边也有几个朋友经常拿2个字叫爬藤，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去上美国的 Ivy League 作为自己对培养小孩的一个很大的交代，一个目标嘛。你不要说是他们对小孩的交代，我觉得我们身边还有某一些朋友，你可以看得到嘛，跟我们一样大的，还经常把自己是曾经的学霸，什么复旦交大毕业，什么硕士几个硕士，就放在嘴巴上面，毕业10几20年了。对，非常非常的吓人。我觉得说，时刻他要提醒你，我是交大复旦毕业的。其实这种现象真的是蔓延很多的，就不用说他，你看我们以前公司或者我们身边的所谓科技公司，那些老板不要看都是美国回来或者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海外的工作经验，他去用人的时候还是说帮我去找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什么什么专业的，他有很强烈的这种诉求。其实我想要讲，最终来看，不是说这样的人胜任能力就一定是特别好，而是他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最可靠的筛选方式，他觉得就这个变量筛选最有效，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办法更好的能够挑选出一个人了。这想起来还是蛮可悲的，对吧？就我们开头讲，好像人生是不是成功，能否找到好的工作，真的和念大学念什么大学都有一些关系哦。是啊，就是你念什么大学，其实你在人群当中会享受到一种隐性的福利。以前没有体会到，直到我应该是10年之前吧。当时从律师事务所跳到了一个外资企业里面做法务主管。当时我这个学历在我们律师事务所来说的话，就是人均就是将及平均，对，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国前11法学院的这个 master degree， 对吗？然后到了那个外资企业，就有2天那2个同事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简历，原来你是这个大学毕业，你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你怎么一点都不像 UC Berkeley 毕业的？那要怎样才像啊？他说你们 UC Berkeley 毕业的人不都是2个鼻子看人的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会发现说你脱离开一个很内卷的，人人都觉得你是很普通，就是你那个名校毕业，你会在人群当中会得到一些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这个优待，别人会对你态度好一点，然后会觉得你说，哎，这个人应该是挺厉害的，挺不好惹的，确实是会有，在职场上我是有碰到过。也就说了，好像环境放松一点，大家想法就不一样。那这种情况啊，我们到了大马之后就发现有点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好像王太跟我说很诧异的一些关于念不念大学的事情啊。王太怎么说啊？你最近有什么大马的情况，就让你感到刷新了一些认知呢？就是我们观众群里面聊天嘛，不知道哪一天是因为聊什么话题，大家开始纷纷的自我介绍，说自己念大学，然后有的是读那个 diploma， 然后出来很早就做工，半工半读，还有的说就是现在虽然没有念大学，但是人到中年的话，事业也有成，凭着几千块钱的本金，然后自己做小生意，现在几年之后有了房子，然后有了孩子，有了家庭，过得很舒坦，就让我非常震惊。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社会，首先是不上大学，但是首先是家庭对他是非常随缘的，他们觉得说孩子有这个能力，学术上面可以让他可以走学术的话，那当然是父母会全力支持，但是不行的话不会强求。就父母首先是佛系，第二个就是孩子们就是踏上社会之后，你没有一个大学的这个文凭，你可能某一些地方不能去，可是你永远可以自己创业。什么地方不能去呢？那某些大企业去不了。他确实也是有学历要求啊。这样子可能是会有，但是就是说你永远可以做自己老板吗？是 OK。 那么这里我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是我检索到的啊，就是说中国啊，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高等教育啊是从99年开始比较大的扩招，也就是说高校呢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把它招进来啊，它是从99年的时候只有 9.8% 的这个入学率上升到2023年已经有 60.3% 了，就出往上走，人均都是大学生。那这个念研究生、念博士生的也不在少数。那么相比之下呢，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慢慢的啊，现在的2023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是 48.2%， 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啊是和世界平均水平呢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啊，然后其实引起我的一个反思就是我回想自己这个大学的生活，我感觉我们做法律专业文科来说的话，这4年里面我有2方面最深的体会。第一个就是你在4年学的这些所谓的法学知识，法律14门基础课，你学完之后上了这个公司工作，律师事务所工作，2眼一抹黑啊！就还是不实际，不好用，就没办法用啊！我记得我在大3实习的时候，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派我去主持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董事会，我就2眼一抹黑，我说这董事会怎么主持啊？就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弄，你完全是从零开始，就是你感觉是脱节的，所以我感觉明白，真的是完全是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是大学4年，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有大量的时间是空闲时间，你可以用这个空闲时间把这些书都背出来，然后把这个你的 GPA 搞得非常的好，然后能够找到很好的可能为工作还有进入公务员体系会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是对我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来说的话，其实你要混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大家这个混的也是这个文科，就是浑然成风，浑然成风。但是你的那个时候学的是挺苦的，对不对？对理工科学生来说，我觉得通常啊都是挺忙的。我记得大一念高等数学常常都是要通宵的，可是呢这不意味着大家能够学得进啊。大学好像你是去读了，你刚才是说的是它实际在工作当中的应用啊，大家没有，这也不懂，对吧？我的感受呢是我们身边的这些理科生啊，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认真学，我是有认真学。那么我有时候我去问他说，你看我已经毕业10几20年了，那我还知道一些信息，我来问问看你这个 PID 这个算法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数据结构啊，你所学过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然后它的微分最基本的理念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你说在面试，因为我做 HR， 我发现很多人他连最基本的 ABC 就这个学科是研究什么的居然都讲不出来，但他照样是可以通过大学教育，照样可以拿到好的分数。对啊，然后然后发生巨变，就是我到美国去念研究生嘛，我真的是扒了我10几层皮啊，就是每天都是痛不欲生啊，因为他有那个assignment。
每天要看几百页的书，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不停的记笔记，考试的时候我们简直就是通宵复习，就感觉就是大学4年没有学的东西，在研究生中全部都补回来了啊。那么你现在就刚刚讲啊，和这些我们认识的大马人啊进行了比较，你现在对这个是否小孩啊读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我觉得就是像我在读本科和读研究生时候这个巨大反差，因为研究生是我工作几年之后我再去觉得自己需要这样一个学习我去读，就是可能在我17、18岁考大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我缺什么，我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很多时候是 go with the flow， 你可能看一看什么前几大这个收入的职业是什么，然后就盲目的听着家长的意见，然后自己的一个直觉选了这个。但是你有工作之后，你就明白说我应该有的放矢的去学，这个态度是很重要。所以对孩子来说的话，他17、18岁也许也是不知道的，哪怕现在他们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会有一些 career advisory 的这些东西，但是更多的话，也许人生到了20几岁，他上社会，他要赚钱了，他想要成为老板了，他自己想缺什么，到时候他再去念大学，或者说是去一些 community college，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你更多的是觉得大学作为一个学习的场所来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是让它来为你所用嘛。是我也有类似的，但更加直接一点啊，就是当然我最近也是受到一个触动，跟你在群里看到的有点类似，是中国的一个算是传播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网红，叫樊登嘛，以前的主持人。很多他推荐的书，我觉得他非常厉害。没想到他最近一个短视频别人截取的，他说你们知道吗？全世界对教育啊心态最放松的，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马来西亚。我也就不复述了，大家来看看他这一段是怎么说的。你最不焦虑的地方，他们说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教育孩子最不焦虑的地方，最不焦虑的地方。原因是，首先上大学很容易，因为大学多嘛，这个只要你愿意让孩子上，有钱就都能上，所以上大学大家不焦虑。其次是上不上大学区别也不大，所以那个马来西亚的家长有一句名言啊，在家长当中很有名的一句名言，是说你想上大学我很开心你不想上大学我赚到了。就你要不想上大学我就赚到了所以人家就过得特别轻松年轻人呢早早的就独立，如果这个孩子要上大学他就要自己打工努力赚钱，所以年轻人就都很关心怎么赚钱的问题，都很关心创业的问题。真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你包括我在美国在别的国家家长基本上都会担心孩子教育的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一个这样的问题都没问过。赚到了啥意思？那你不上大学父母就省一笔学费省学费而且还少供你好几年，那不赚到了吗？对吧？所以就想得特别开这个就叫做反脆弱你愿意上大学我也高兴，你不上大学我也高兴所以人家就值得咱们学习你想，如果你的孩子说将来不想上大学了，你也赚到了。上大学花好多钱呢，大学4年最少，再加研究生，对吧？7、8年上下来，光学费，这个他不干活，这7年时间养着他多少钱？他将来工作以后多长时间才能把这钱挣回来，对吧？这个基本上就这个很难划算。所以马来西亚人想得很清楚，就是不上大学也挺好，很高兴。哎呀，所以咱们跟他们比起来，确实在教育上的压力太大了。好，我们回来啊，那我现在的想法其实就跟樊登很接近，真的。不是说最好去上个大学，所以我呢比在中国思想观念在某些人看起来也退步了，应该说是念不念大学无所谓哈，是否成为人生赢家也无所谓，和念大学没关系，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啊。对，而且我觉得大马社会跟我们现在以前接触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你常看到在路上有一些小店啊、餐厅啊，他们会去招一些 part time，他只是要求你什么 SPM， 这也就是说你这个高考啊，高考结束之后你就可以出来打工，对吧？然后你 college student 打工也非常的多，包括我们也看到我们合伙人店里面他们用的这些 part timer， 你问他说为什么来？他会说，因为我想给自己买一个冷气机。他会明白说，我觉得马来西亚社会给他们很好的一种机会教育，一个机会是你可以通过很小的，你在学生时代，就是在读大学之前，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打工，然后去挣你自己所要的东西。你可以去从事不同的这个职业。我甚至看到有美容院的，对吧？这种还有那种做accountant。
兼职accountant 也有很多的兼职机会，你可以去有很多的这种 occupational 那个 exposure， 你可以去接触不同的行业。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错，还有就是 test 自己的这个兴趣的这个机会啊。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说 part timer 一个月一个小时是这样一些钱，你对一个金钱的这个观念的认知就很具象化了。我挣1个小时，比如说10块、20块，我10块、20块，我能够吃点什么？我要买个东西，我要积攒多长时间？我可以，你会有一个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富爸爸里面的这个富爸爸的这个体验。确实，就是读大学本身啊，不要忘记，它确实是一个奢侈品啊。你对一般家庭念中国的大学来说是这样，你对稍微条件好一些，那你想把小孩送出去，那就更是了。这个都是几百万的花钱啊，他是否一定能够服务到这个目的啊？这个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不会，因为我们传统的教育体系它其实根源因为最近一直在看一本书叫《The Excellent Sheep》，它里面就是讲到其实教育体系把你是要培养成一个合格的 employee，一个工人，一个体系中的一环。所有的那种成功学的教育给你自信，其实都是为了 prepare for your job interview。然后还有最后 academic 方面是把你培养成每个人人均 university professor 这样的培养。可是它缺少的一环就是 entrepreneurship。还有没有想过，其实大学它就应该给到你这种做老板创业的这个东西，这是他没有的。而在马来西亚的话，人均 SME 小业主是，我觉得我也觉得和这个是有一些关系。就你刚讲的，我们之前一起听过一个 FM 节目，就说在大马的这种 micro 加上 SME， 它叫 MSME， 占了整个97、98，对吧？对%的比例。所以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商人思维，做生意，甚至一个人要做几个不同的和商业有关系的工。我们也都接触好多人是这样的，年轻的、年纪大的都有。还有我查到一个数据啊，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了 GDP 的 23.8%， 那整个东南亚经济本来就都是以出口为主的。那我觉得大马比较好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叫技术工人的认证体系 SKM， 在2023年这个持证的人数啊就突破180万，然后35%通过非学历教育拿到这样的专业资格，就是他整个从就业到他的对技术工人、技术工程师的这种培养的体系是从培训到社会认可都有这个一套制度在。所以更好玩的是一个结果啊，他说根据调研，23年的马来西亚家庭他们做教育决策，42%的家长认为职业技能认证与学历证书具有同等效应，就将近一半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换成认为说不念大学，如果你接受一个职业技术教育是一样的。但这个数据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有68%的家庭还要坚持说本科是底线这个原则。那我们讲是不是读大学，讲的就是是不是至少先读一个本科嘛。因为毕竟你我跟你说，我以前的前东家，我们的前台 receptionist 竟然是硕士毕业，你不觉得这种巨大的浪费吗？是很浪费，说的是机械工程确实很浪费。那这种案例肯定是不胜枚举了，因为大学太多了，能否学到知识那么整个社会怎样接纳你，这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想未来来说，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人工智能。我的感觉是最近人工智能是越来越多了，尽人皆知，越来越火，它的应用和效能确实是越来越好，所以它真的来了，未来一定会改变大家对知识的运用的。有人就去看说人工智能普及正在重新塑造每个人的职业能力模型，因为技能很快每 2.5 年就要更新一下，所以你未来学会学习方法的本身，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去借助这些工具去帮助自己，我觉得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而不是死读书嘛。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念高等数学的时候，老师说了，你们学的是600年前的知识。对，就包括就是牛津还是剑桥，它不是有个灰人理论吗？你真正你是天才的话，你在学术上面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是鼓励你应该是花很少时间在你的学术上，而是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玩。所以其实这让我想到说，如果孩子他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他有这样一个特质，他能够去走学术路，当然我们应该去鼓励他走，但是这要摒弃一种家长那个叫 halo 的这种光环的这种效应。我可能让他去找一个得体的 decent lawyer accountant 然后 doctor， 这个东西可能是我来马来西亚之后，我觉得我不希望有自己对他加上这样一个紧箍咒。
对，那事实上，你看马来西亚的跨国公司，他们在招聘的时候啊，就看23年的技术岗位招聘中，已经有43%的职位都取消了学历的硬性的要求，他们转而采用一种技能测试和项目模拟的方法去评估别人。这我相信是更加有效的，只要速度也够的话。不像我们的职场，首先看年龄，第二看是不是什么985、211。我以前其实经常也跟老板说，如果你一定要学历，这意味着你筛选方式的失效。就像很多，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很多观众说，哎呀什么什么，那中国人怎么样，大马人怎么样。我说，如果你只能用国籍来划分你的观念的话，那么也是一种筛选机制的失效。不可能几千万人和十几亿人他们都代表了一种类型，你应该更新的是区别人区别你所需要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也同意，就是说小孩他如果有这个想法，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么念大学是很好的途径，他确实有很多的资源，不然呢他确实是一个高消费啊，是吧？然后呢，我看到一个马来西亚教育部啊2025年教育白皮书，这中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差不多是可以给到每个人啊，我觉得很好的启发。他说，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填充知识，而是点燃火焰。这个说的真好。我觉得教育，而且就是立人嘛。我们以前一直说什么百年树人，什么10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立人，对吧？教育首先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打工狗，它是让你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撇一捺相互支撑起来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他的生活方式会有很多，他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怎么样给 community 贡献的方式也很多，并不是一定要读大学。对，所以说回来，人生赢家赢的是自己的一种幸福啊，也是带给你的身边人、整个社区幸福的能力，这样才叫人生赢家。我相信和学历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好，那这个只是我们的想法和从中国来了大马之后的转变，我们也要听听看什么大家的这个你们是怎么想的？欢迎留言啊，来积极的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如果你需要动动脑筋想一想的，那可以订一包我们的腰豆啊，或者订个鸡腿来边尝边思考，硬广。人家会说那是因为你们家孩子就是这个是可以上不了大学，所以你们两个在这边自己给自己加戏啊。那我觉得他说的对啊，但是呢，只要他开心就行了，你说呢？好，哎呀，拜拜。